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看着简单的蚝油生菜，但是很多朋友还是做不好。如果生菜直接放到锅中焯水，那就错了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蚝油生菜简单又好吃的做法，而且还能保持翠绿的颜色、清脆爽口的口感。那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么样制作的吧。这是我花了8块钱买了1斤生菜，现在的生菜是有点贵。首先把生菜的根部切掉，不要。生菜根部切掉之后，我们能快速的把生菜给它打散开，完全不要我们自己动手摘。把切好的生菜一片一片的给它打开，生菜全部打散开之后，方便我们下一步的清洗。全部散开之后，直接把它放入大盆里面，然后倒入的清水，将生菜给它清洗一下。我们清洗生菜的时候，一定要一片一片的给它清洗，因为生菜生长的时候，它会残留着很多的虫卵和粪便在里面。如果不一片一片给它清洗干净的话，那样吃起来也非常的脏。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，生菜里面的那个心，做蚝油生菜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了，因为生菜的心太嫩了，如果放在一起做的话，它就会发苦，而且容易烫黄。所以我们做蚝油生菜的时候，我都会把生菜的心不要留下来炒菜吃。清洗生菜的时候，我们要多清洗几遍，那样吃起来就会干净又卫生，绝对不会有其他的异味。所以我们清洗的时候一定要用清洗干净。清洗完之后，控水捞出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半个红椒，先把红椒切成丝，然后切成小丁。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把大蒜，用刀将它拍碎。拍碎过的大蒜吃起来蒜香味更加的浓郁。全部压碎之后将它剁成蒜末，大蒜一定要将它剁碎一些，大蒜切得越碎越好，那样做出来的口感也特别的香。全部切碎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块生姜切成薄片，然后改刀切成姜丝，最后切成姜末，姜末也将它切细一些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1口锅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然后开大火把水烧热。趁烧水的时间来调个料汁，1勺生抽，再加入1小勺白糖，少量的胡椒粉，1小勺玉米淀粉，1勺蚝油，倒满1小碗清水，然后用小勺子将它搅拌均匀，把蚝油搅拌化开。提前调个料汁是为了我们炒菜更加的方便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一盘备用。现在锅里的水已经烧至60度了，加入1勺食用盐入个底味，用铲子将食盐搅拌化开。食盐搅拌化开后，再加入1点食用油。接着把生菜放入锅中，把生菜给它焯一下水，这一步非常的关键。好多朋友跟生菜焯水的时候，它都是把水烧开了，那样做出来的蚝油生菜就不脆了，因为生菜本身就可以生吃。如果你烫得太熟的话，吃起来就没有那个清脆感，而且一点都不好吃。
把生菜烫成6分熟，我们就用漏勺一片一片的给它夹出来。这个时候的生菜是最好吃的，也是最嫩的。如果时间烫得太久就会老掉，那样的口感就不清脆了。全部捞出来控水，然后将生菜一片一片摆入盘中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您的支持和鼓励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，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，感谢您。前几天朋友跟我聊天时说，为什么我做的蚝油生菜翠绿又不发黄？那是因为你没有掌握技巧。因为生菜下锅以后，好的人焯水太久，所以生菜的颜色就会发黄，一点都不翠绿，吃起来也没有生菜的口感。接下来起锅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，把姜蒜末放入锅中，再把红椒加进来，开蒸小火，把姜蒜末炒香，炒出蒜香味来。这一步也是非常的关键。好多人炒蒜末的时候都是开大火翻炒，那样会把蒜末炒焦，而且炒出来有一股烧焦的味道，所以味道就变了。蒜末炒香之后，再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，这里我们一定要开大火，把所有的调料炒至融化，把锅里面的汤汁炒至浓稠。炒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用铲子不停地搅动，让所有的调料和蒜末融合在一起，这样才能激发出蚝油的香味，而且还有蒜香味的香味。炒至汤汁变得浓稠以后就差不多了，然后把它淋在生菜上面，哇，真的是太漂亮了，有一股清香的味道扑鼻而来，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。按照我这样做出来的蚝油生菜，没有苦涩的味道，只有香味的味道。其实蚝油生菜看似简单，但是你要把它做好了，就是一道大硬菜，这样做出来也非常的有营养。就这么一道简简单单的蚝油生菜，我们就这样制作好了。生菜颜色翠绿不发黄，而且蚝油的味道鲜香浓郁，特别的清脆爽口好吃。其实想要把蚝油生菜做好，只要掌握以下几点，你也能做出比酒店还要吃的蚝油生菜，而且做出来清脆爽口，也保持了生菜原版的味道。下面我就来给大家总结一下，想要把蚝油生菜做好，就是我们焯水的时候，水只要60度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的水烧得太开的话，生菜本身就可以生吃的一道蔬菜，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烫得太熟了，把生菜烫到6分熟就完全可以了，那样吃起来的口感也是脆脆的。第二步就是炒蒜末，我们炒蒜末的时候一定是要开小火炒，如果你是开大火炒出来的蒜末，蒜末就会发苦，淋在生菜上面就会影响口感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